2024年，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低迷，他们对人员过度膨胀的机构编制问题终于动手了。近期，大范围清退编外人员的行动在全国范围内铺开。然而，这场看似勒紧裤腰带的大行动，却暴露出中国体制的冷酷无情，引发了来自民间的广泛质疑和不满。清理门户的阴暗面，被清退了。河北女士秦女士说出这4个字，声音哽咽。在一家单位工作了8年后，她突然被通知不再续约，除了拿回一些个人物品外，什么也没得到。秦女士才32岁，本应该是事业上升期，但就这样无缘无故被扫地出门，她无法接受这种毫无人性的对待。与秦女士遭遇相仿的还有广东的赵女士。赵女士在单位干了16年，却在2023年被清退，只拿到了1个月的赔偿金。从体制内高福利的饭碗，直接被推向了社会的冰冷环境，赵女士觉得内心落差太大了。事实上，在这场清理门户的行动中，暗藏着不少疑点和猫腻。有的领导对编外人员的清退标准似乎打了折扣，一些关系好的人反而逃过了清退，还有的单位明撇清退的是编外人员，暗地里又雇佣了之前被炒的编外工作人员回来。同工不同酬的陋习早已根深蒂固。编外人员通常干着和编制内工人同样的活，但报酬和待遇远远低于编制内职工。有网友直言不讳，劳动法就是个笑话，同工同酬就是个笑话。有律师也指出，这种做法涉嫌就业歧视和违反劳动法。编外人员就是2等公民，要弄清编内编外的区别，就要从他们建政后一直延续的单位制度说起。这个制度建立在等级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上，他们通过控制单位成员的衣食住行，从而达到对人的高度控制和管理。上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后，他们对人的控制从单位制度转变为通过编制这个制度加强控制。编制内的人员由国家财政供养，享有特权和优待，成为他们维稳的重要对象，而编外人员则被视为2等公民，在收入、社保、落户、职称晋升等各方面都远远比不上编制内人员。中国一位教授估算，中国实际上由国家财政供养的编制内人员已经超过7000万，其中非编制管理人员也超过2000万之多。这个庞大的人群一旦失业，必将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。然而，此次大规模清退编外人员，显示当局对这一隐患并没有太多顾忌。过紧日子的狼狈作态，他们为何要采取如此破坏性的行动？其背后的根源是中国经济的持续低迷和地方财政的危机。去年他们公布的经济数据只有 5.2% 的增长，但不少消息人士透露，实际增速可能低于 3%， 与上世纪60年代文革时期相差无几。有媒体记者更是将中国比作随时会爆炸的高压锅。高额的财政支出和经济低迷让各地财政陷入困境，甚至出现了1/5的公务员不再领薪的情况。为了挽救财政危机，他们不得不拿编外人员开刀，试图通过裁员来减轻财政负担。中国财政部长蓝佛安在记者会上更是直白地喊话，要求各级政府带头落实过紧日子，并称这不是一时需要，而是长久之计。一些地方政府听话行事，例如山东济南就直接撤销了2家事业单位的建制。网民戏称这是养人太多了。不过，如果从人治的角度看，清理编外等于是将最底层的群众了断贫血，而上层体制内的编制人员基本仍旧长期吸血。有网民就爆料说，经常有一些单位撤了老单位，又暗地里重建新单位，行为做作虚伪。曾经，编外人员是被用作替代昂贵的编制人员的临时工，现在他们又成为应对经济危机的救命草，被大量清退。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这个集权体制的冷酷和不公。未来中国能否走出阴霾，这需要依靠他们政权的根本改革。一位知乎网友说得好，
他们集权体制不改，编制内、编制外就不会取消，中国人就不会实现真正的平等。这句话直指他们体制的根本病因。事实上，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由来已久。改革开放以来，虽然经济快速发展，但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。根据官方数据，2022年，中国居民收入最高的20%与最低20%的收入差距高达8.7倍。收入分配不公已成为社会不公平不正义的重要体现。而编制内编制外的二元体系正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大量编外人员长期遭受同工不同酬，被剥夺应有权益的不公平待遇，构成了社会不公的一大隐患。此次大规模清退编外人员，无疑加剧了这种不公平。虽然表面上是为了应对财政危机，但暴露出当局对待底层群众的漠视和不公。人们不禁要问，为何裁员先从编外人员下手？为何不首先精简高消费的体制内人员？为何同工不同酬长期存在且无人问津？从这个角度看，当局此举不是把矛头对准了最底层、最无力反抗的群体，而对上层特权阶层却仍然姑息纵容。这与当权组织一贯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口号背道而驰，更体现了集权体制高压不公的一面。大规模清退编外人员的原因，事实上，在这场大规模清退编外人员的行动背后，是当权组织一直以来为了维稳而采取的高压手段。维稳一词早已成为当权组织治理的关键词之一。由于缺乏民主产生的合法性基础，他们的政权注定无法获得人民的普遍拥护，只能靠暴力维系统治。因此，维稳费用在近年来节节攀升，2022年更是高达 1.97 万亿元人民币，相当于同年财政支出的 6.5%。在这种高压维稳的大环境下，编外人员成为了当权组织极为忌惮的一个群体。作为底层群众，他们收入低微，权益被剥夺，很容易走向激进，而且人数庞大，一旦聚众上访，将给当局带来极大压力。因此，虽然当权组织官员公开承认编外人员同工不同酬的现状，但对此熟视无睹，从未主动改革，就是要防患于未然，避免激化这个群体的不满情绪。直到经济危机来临，迫于财政压力，才不得不采取如此不人道的清理手段。他们为何如此重视维稳？原因就在于这个统治集团手中仅握有部分暴力资源，而缺乏广泛的合法性基础。一旦民怨四起，社会运动此起彼伏，其专制统治很可能会土崩瓦解。近年来，前所未有的经济下行、房地产泡沫破裂、疫情防控失控等，让民间对他们统治的不满情绪空前高涨。各类维权事件不断上演，令当局极为恐慌。为此，他们不得不进一步加大维稳力度，不惜以牺牲最底层民众利益为代价。而这一次的编外人员清理行动，就是这场为维护统治而压制民众的新一轮灾难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当权组织及其集权体制并非为人民服务，而是将人民视为了统治的对象和工具。只要有威胁其专制统治的可能，就会毫不犹豫地对人民加以压制。